这是游戏里的换弹，干净利落，充满力量感。这是现实中的换弹，没有帅气的动作，只有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而这是……那么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呢？换弹这个在战场上玩命的战术动作，反而变成了游戏里的爽点。而且因为换弹手感实在太好，以至于一部分玩家戏称自己得了换弹癌，还会传染给队友。那么什么是换弹癌呢？现实战场上也会有换弹癌吗？大家好，我是咕咕米老板，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游戏和现实中的换弹到底有什么不同。激烈的战斗中，你刚解决了一个敌人，不管弹匣里还剩多少，哪怕只打了一发，强迫症和不安全感驱使你下意识地按下 R 键，准备换上新弹匣。结果就在那2-3秒的换弹间隙里，另一个敌人十分不巧地从墙角跳出来把你给秒了。恭喜你成为了一名换弹癌的受害者。他总是在你换弹的时候发作，被不少玩家调侃按 R 键就是用来召唤敌人的。所以为什么换弹癌玩家会忍不住的按 R 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得聊聊心理学了。这背后其实是有游戏设计者为你精心打造的一个斯金纳箱。那小伙伴就问了，什么是斯金纳箱？它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设计的心理学实验装置，简单说就是把一只小白鼠关进箱子里，它只要一按开关就会掉出食物，几次之后小白鼠就学会了不停按开关。在游戏里，玩家就是那只小白鼠，而 R 键就是那个开关。游戏通过2个核心机制给玩家喂奖励，首先是魔法弹药池系统，让你换弹几乎没有子弹损失，这是零成本的机制奖励。其次，帅气的换弹动作和清脆的金属声给了你即时的感官奖励。这种按键奖励的正向循环不断强化你的肌肉记忆，最终把换弹变成了一种难以戒除的条件反射。而现实中的换弹可就没这么美妙了。首先，严酷的环境因素会给你制造不少麻烦，泥沙可能导致卡弹，严寒和雨水会让你的双手僵硬湿滑。其次，游戏里永远可靠的武器在现实中可能会出现双重上弹、抛壳失败等各种故障，处理起来需要宝贵的时间。而最关键的是人本身的心理压力，在战场的应激下，肾上腺素飙升，你的精细操作能力也会急剧下降，平时简单的换弹动作此刻都会变得异常困难。那么现实中士兵是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换弹呢？原则其实就一条，见机行事。像美军官方步枪与卡宾枪训练手册里就把所有战术逻辑都归结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上，是否有战斗间隙。根据这个换弹就被分成了2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战术换弹和紧急换弹。当出现战斗间隙时，比如躲进新的掩体后，士兵就会抓住这个宝贵的窗口进行战术换弹。战术换弹下，他们会把旧弹匣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或回收袋里，再换上新的。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安全窗口，唯一的准则就是打到枪机后座锁定为止。此时枪栓停止在最后的位置，提示弹匣已空。当子弹彻底打空，就会进行紧急换弹，在极端紧迫的情况下，甚至不惜抛掉空弹匣。1993年的黑鹰坠落事件就是对这套准则的印证。美军原计划1小时的快速任务，意外地演变成了一场持续近18小时的残酷巷战。因为根本没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前期士兵们在被包围且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严格执行战术换弹的思维，甚至有士兵自行改为单发射击以节省弹药。而到了最后的摩加迪沙长跑大撤退时，战斗没有间歇，时间成了最宝贵的资源，他们只能在枪林弹雨中被迫进行紧急换弹，因为能快0点几秒打出下一发子弹，压制敌人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你有没有想过，现实中的这套换弹准则如果放到游戏里会是什么样的？在《逃离塔科夫》这款游戏中，玩家单按 R 键就是慢悠悠的战术换弹，你的角色会把旧弹匣收好；而快速连按2下 R 键则是紧急换弹，你的角色会干脆的把旧弹匣扔在地上。同时，你必须在战斗间隙或结束后，把子弹一发一发的手动压进弹匣，这一下就把选择权和沉重的后果完全交给了玩家。你不能再无脑的按 R 了，因为每一个满载的弹匣都是你花时间精心准备的宝贵资源。每一次换弹，你都必须思考：我现在安全吗？值得用一个新弹夹换掉没打完的吗？还是说情况已经紧急到必须丢掉弹匣来换取持续的火力输出？这种设计逼着你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去思考权衡利弊，从而理解换弹的真正意义。所以，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
现实中会有患难癌吗？也许玩过逃离塔科夫的玩家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在现实中，换弹的决定是一个关乎风险与回报的复杂计算，而非一种下意识的冲动。在战场上，每一次换弹都是在生与死的边缘完成一次精准而冷静的博弈。好了，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你有没有患难癌呢？哪款游戏的换弹机制你最喜欢？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觉得这期内容还有点意思，别忘了点赞和转发，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咕咕米老板，我们下期再见。